娘娘，老奴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嬷嬷有话直说。娘娘，老奴觉得皇上另眼相看荣王府，除了替先帝补偿荣亲王之外，单纯就是喜欢荣世子。毕竟荣世子那样的长相，天生就有优势。皇上的心结您也知道，所以皇上对荣王府的宽待，娘娘不必挂在心上。另外，太子的地位稳固，太子妃又有了身孕，娘娘又有什么需要忧心的呢？可是皇上竟然对荣王府这么大手笔，荣王府的房间都换上了玻璃，这造价着实不低啊。皇后没有说的是，她的坤宁宫都没有呢。娘娘，皇宫可比荣王府大多了，就算皇上想换，也要一点点的来。徐嬷嬷安慰了皇后好一会儿，才把皇后安抚下来。皇后虽然是后宫之主，但也是人，也有七情六欲和嫉妒心理，这时候就需要身边有人劝导。徐嬷嬷就是这样的存在，她人老成精，加上旁观者清，有的时候判断问题比皇后还准确。徐嬷嬷出来之后，把大宫女翠环叫了过来。翠环，翠萍最近有见什么人吗？嬷嬷，说。翠萍和翠环都是从赵家送来的，而赵家正是皇后的娘家。嬷嬷，前些日子国舅爷传了消息进来，想让翠萍在娘娘面前给荣王府上眼药。糊涂！嬷嬷恕罪。徐嬷嬷叹了一口气，赵家的心也是大了，荣王府的事儿是那么好掺和的吗？徐嬷嬷想到皇后的情绪，知道这时候不好处置翠萍，否则好不容易劝住的主子没准又烦闷起来。行了，这事儿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郊外，林家的小院内一下子来了2个大人物。左尚书和陈御史两人从前在朝堂上也是见过的，陈御史甚至还弹劾过左尚书，只不过都是小问题，皇上也没在意。弹劾的折子都压在皇上的御案前。陈御史弹劾的人多了，朝堂上没少得罪人。林霄见两人不说话，就开始打圆场。亲家，安怀，我今日请你们2位来，也是想问问环儿的事儿。按理说呀，他谋求的外任的职位也应该下来了。益州金山郡菏泽县不过是个小地方，也不富饶。环儿到此地做县令，并没有出格之处啊。为什么朝廷迟迟没有批复？是卡在哪个环节了吗？我也暗中打听过，是有人不满意林公子选了益州。林霄的神情一凛，难道是有人发现了他的心思？益州可是他为孙子选的好地方。是荣亲王出的手吗？他难道是因为荣王妃的原因报复环儿？不是荣亲王府阻拦的，是北境王府。北境王府？怎么会？环儿和北境王府无冤无仇的。我打听了，问不出原因，只说了要让林公子到远一些地方外任。要不是我阻拦，林公子恐怕就要去边境的郡县了。好啊，北境王竟然这么欺负人！看我，不对劲呐！北境王一个大老粗都不在京城，这王府里只剩下一些妇孺，和环儿扯不上关系啊！环儿和王府的姑娘认识，可能是北境王府的人误会了吧。陈御史一言难尽地看着林霄，最后陈御史是臭着一张脸离开林家的。回到陈家之后，陈御史还是阴沉着一张脸。哎，怎么了？是被谁给报复了？陈御史嘴巴太毒，弹劾人家曾经被别人泼过大粪。哎，这身上也不臭呀。我也是看走眼了。啊？什么走眼了？当年要是不把若梅嫁到林家就好了，都是我害了女儿啊，害她吃了这么多年的苦，年纪轻轻就守了活寡，现在就是唯一的儿子也被教坏了。陈御史想到这里，就对林霄更不满了，
当年为什么要参与楚卫的浑水？还有，现在好好的外孙竟然教育得如此小家子气。要不是林霄没有教育好，林宇环何至于沦落到这种地步？现在竟然还用上了那些不上台面的手段，想和北境王府结亲。现在好了，亲没结上，倒是结仇了。你这是抱怨亲家了？这过去你不是很看好他的吗？陈御史摇了摇头，把林宇环做的事和老七说了一遍。就是这样。有机会你去给北境王府的老王妃下个帖子，赔个罪吧。陈老夫人听到之后也是心里震惊，虽然她也想外孙找个高门贵女，可是这事儿不能是外孙亲自出马呀，也要他们这些长辈相看才好呀。好，我尽快去办。这次拜访的礼还要重一些才行了。尽快解释清楚。看来环儿得尽快离开京城了。陈御史现在也拿不准林霄了，总感觉这人会害了他外孙。大朝会上，唐之陵现在是主客司的郎中，从五品的官职。由于和正五品还差半级，所以除了每月的初一和15参加大朝会之外，其他时间是没有机会来的。唐之陵从前可没来过，现在不一样了。第一次参加大朝会，他还是有些期待的。唐之陵来的时间不早不晚，其他官员看到他之后都微笑点头，唐之陵也是点头回应。他算了一下自己的官职，从五品应该是要站在大殿外面了，于是他老实的站在大殿外面等着开会。这时候恭亲王来了，一眼就看到了唐之陵这个显眼包。没办法，亲王的朝服和普通的小官吏那可是不一样的。恭亲王抽了抽嘴角，快步走了上去。站在这里干什么？恭王说，我等着上朝呢，这是从五品的位置。其他知道内情的官员身子抖动，有的人都是一耸一耸的，也不敢笑出来。跟我来，你的位置不在这儿。唐之陵前后左右看了一下，看到别人憋笑的厉害，知道自己闹笑话了。好的，恭王叔。于是唐之陵灰溜溜的跟着恭亲王往含元殿走去。唐之陵从前是侯爷的时候，身份也够参加大朝会的，可是皇上那时候不想见这个弟弟，所以贾尚书他们就没有告诉他这回事，所以那时候的初一和15的大朝会，唐之陵都错过了。这一次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感受朝堂。看着恭亲王越来越往前，唐之陵的腿有些打颤，这是不是太近了？好了，你就站在这里吧。唐之陵心想，这个位置可不咋好，他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龙椅，也就是说他能清楚地看到皇上的脸。恭王叔，我能不能站在您身后啊？好，那你就站我身后吧。唐之陵立即走到恭亲王的身后，乖乖站好。这时候文官和武官都已经来了，自然也看到了新冒出来的荣亲王，看到他那年轻的面庞还有幼稚的行为，也是摇了摇头。很快太子和皇上先后上了大殿。皇上落座之后，正式开始上朝。上朝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唐之陵开始的时候还有些紧张，后来就完全放松了，因为他只需要听着就好，都是和他无关的事。就在唐之陵看着这些大臣在唇枪舌战据理力争的时候，就听到了有人提起了他的名字。陛下，臣弹劾荣亲王与民争利。据微臣所知，荣亲王府经营的纸玉轩每年的盈利高达数十万两，十分暴利。皇上看了一眼陈御史，怀疑这老家伙是在公报私仇，找弟弟的麻烦。但是陈御史在大朝会上提出来了，就不能不管。御史台的其他御史看到上官都出来了，他们也得有所表示。宋御史眼珠一转，想了一个名目。陛下，臣也弹劾荣亲王渎职，担任礼部主客司的郎中，却经常无故失踪。宋御史觉得自己表现不错，这个罪名既没有得罪荣亲王，又站在了陈御史这边，完美。朝臣听到宋御史找的罪名，也是抽了抽嘴角，这个借口还真亏他想得出来。主客司本来就清闲，一共才2人，现在又没有外来使臣，闲着不是正常的吗？陛下，臣弹劾荣亲王侠妓。这微臣亲眼看到荣亲王和朱员外郎去了青楼。
李御史这话出来，朝臣也是一惊，这真的比陈御史还狠呢。哦，李御史可以仔细说说这事儿。荣亲王是单纯的欣赏歌舞了，还是留宿啊？大禹朝建立王朝之初，特意肃清了官场，不允许官员侠妓，所以青楼等地更多的是饮酒作乐、吟诗作对和歌舞表演等，真正敢留下来的很少。不是没有，但是只要不被抓到，没有御史弹劾也没人管，除非你是得罪人了，有人每日盯着你的行动，抓住了你的小辫子。陈御史看了一眼李御史，不明白这人干嘛跳出来。他是弹劾荣亲王，不过是觉得造纸行业太过暴利，目的也是希望荣亲王把这份产业捐出来给朝廷。李御史这是受了谁的指使？还是他真的有十足的证据证明荣亲王侠妓？陈御史看到唐之陵气呼呼的脸，摇了摇头，还是个20岁的青年，还不会掩藏情绪。李御史没想到，没有等来荣亲王的反驳，皇上就直接问了，还直接问到了点子上。陛下，臣就看到荣亲王进了青楼，至于后面，臣不敢肯定。不过这荣亲王年轻力壮的，府中又只有王妃一人，恐怕把持不住，也是有可能的。皇上一言难尽地看着李御史，你自己都不确定的事儿，还敢拿出来说？荣亲王，你来说说是怎么回事？启禀皇上，臣确实只欣赏了歌舞，臣的护卫和朱鹏坤都可以作证，而且那日卯时，臣已回了王府，王妃和府中的仆人都可为本王作证。皇上，荣亲王的证人都是和荣亲王有关系的人，臣以为不足为证。本王堂堂一个王爷，要什么女人没有？会看上歌妓？皇上，这荣亲王府只有王妃一人，荣王的话不可信啊！唐之陵气结，该死的，就是想往他身上泼脏水呗。本王可不是你，什么脏的臭的都要，本王只爱王妃一人。皇上听到唐之陵这话，也觉得羞臊得慌。小六确实不适合来参加大朝会，官职也不能高过五品，否则每日都有笑话看了。唐之陵怎么是御史的对手？御史可是有名的大喷子，就算是没理也能变3分的主。就算是皇上有心偏袒唐之陵，也没有占到好处。就算他是皇上，偏心太过也是不行的，甚至会引火烧身，让御史的炮火冲他而来。毕竟能做御史的人也是有一些疯狂的，也想着能够青史留名。他们要真来个死谏，或者是撞柱而亡的事，那他们美名流传出去了，自己这个皇上可就丢人了。荣亲王的事儿以后再议，爱卿可还有其他事情禀报？众官员都摇了一下头。这一上午可是看了不少热闹，现在肚子也饿了，要赶紧回去吃饭了。退朝！六皇叔，你回去找福宝弟弟给你出个主意。啊，小福宝。唐之陵第一天上大朝会就被弹劾了，心情很低落。找他还不如找你六婶呢。唐之陵可不相信自家崽崽，他觉得沈妃还靠谱一些。行了，我回去了。唉，六叔还真是错把珍珠当榆木，要是福宝弟弟肯帮你，就是再来几个御史也不是对手啊。太子很同情唐之陵，毕竟皇上昏迷的时候他来监国，朝臣都想要把他给吃了一样。唐之陵到家的时候还是垂头丧气的。王妃在哪里呢？回王爷，王妃带着世子在游乐场。游乐场？王府什么时候有这玩意儿了？王府太大了，唐之陵刚搬进来还真没有全看了。啊，王爷，那是王妃专门给世子建造的，是小孩玩耍的地方。哦，那带我去看看。游乐场在王府的北面，距离皇城的延禧门很近。此时小福宝正在开心地笑着，他也是第一次玩滑梯，真是高兴得不得了。他一遍一遍地爬上去，然后又呲溜地滑下来，玩得很畅快。铁蛋儿看着眼馋不已，他虽然身体长得大，但是比小福宝小好几个月，说话和行动都不利索，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小福宝玩。最开始的时候，二妮儿还会抱着儿子让他滑几次，可是次数多了，二妮儿也没耐心了。小福宝就不用沈妃管，他自己就能爬上楼梯，然后自己滑下来。于是现在就是小福宝玩得畅快，铁蛋儿在旁边眼馋，嘴里还不断地喊着哥哥哥哥，我也要玩。
小福宝看到铁蛋羡慕地看着自己，更高兴了，好像是特意和他显示自己灵活的腿脚一样。小福宝不知道，这时候他气铁蛋，等两人稍大一些的时候，他有多羡慕铁蛋。唐之灵进来的时候，就看到了沈飞惬意地躺着。沈飞特意搭了一个凉亭，他此时正躺在躺椅上，还有小丫鬟给他捏腿。二妮儿坐在旁边，两人时不时会发出笑声。小姐，你都不知道，沈玉少爷现在还有小姑娘看上他了呢。哎呦，这沈玉才多大呀？难道是早恋了？沈玉那时候被皇上带走，然后交代了谢家的情况之后，皇上就给沈玉换了一个身份，还让他继续念书，现在在京城岳山书院。只不过要防着益州王，所以沈玉就没有和荣王府有牵扯。于是沈飞就派二妮儿悄悄地去看望他。二妮的丈夫铁牛现在已经成了王府对正，从8品的官职，负责王府的守卫，所以沈飞也就放了二妮一家的奴气。王府护卫也是有品级的，铁牛是沈飞这边的老人，小福宝也不反对。二妮现在成了小官太太，沈飞成了王妃，也没有架子，又没有什么朋友。从前还有江竹月来找他，现在不知道因为什么也好久不来了。沈飞还是很珍惜有二妮这个陪聊的说话搭子了，和他一起说说外面的新鲜事，否则沈飞能无聊死。沈飞非常感兴趣二妮的话题，正想仔细询问，就看到唐之灵走过来了，状态还有点不对。唐之灵，你下朝了？参加大朝会好玩吗？沈飞早上是见到唐之灵兴冲冲的离开的，怎么这回来就蔫了呢？王爷好。是二妮呀，铁牛怎么样？二妮见到唐之灵的亲王服，没了刚才的自在。他挺好的，那个王妃，我先去看看孩子们啊。说完，不等沈飞回答，扭着肥硕的身子向小福宝和铁蛋跑去。还真是灵活的胖子，跑得真快。确实快，不过二妮好像更胖了，刚才她跑起来，我都感受到了地面的震动。二妮就是易胖体质。对了，你还没说说今天怎么样呢？今天我被弹劾了。谁弹劾你了？你干啥违法的事了？沈飞太激动了，刚才的声音不小，以至于在玩滑梯的小福宝都听到了。知道唐之灵被弹劾了，他也不玩了，从滑梯上滑下来之后，就哒哒地跑了过来。你被弹劾了？唐之灵看到地上的儿子，伸手揉了一下小福宝脑袋上的小揪揪。还是儿子关心他，不像是某人只会幸灾乐祸。唐之灵幽怨地看了沈飞一眼，沈飞这时候也意识到自己刚才太兴奋了。哎呀，唐之灵，你别生气，我没有笑话你的意思，我就是好奇，谁敢太岁头上动土啊？小福宝深以为然的点头，对，就是太岁头上动土，他倒是要见识见识。陈御史弹劾我与民争利，宋御史呢弹劾我玩忽职守，这李御史更可恶，竟然弹劾我侠妓。小福宝看向唐之灵，好家伙，御史台总共就4个御史，3个人都出动了。宋御史弹劾这个说得过去，因为你经常翘班。陈御史说的与民争利是咱们福宝斋卖菜的生意吗？我还没有大规模种植呢，而且也没挣多少钱呀。倒不是福宝斋，是纸玉轩的厕纸。哼，这陈御史还真有2把刷子，一下子就发现了咱们家最重要的生意了。快，你和我说说，陈御史弹劾你，你是怎么反驳的？那老头确实厉害，上半场弹劾别人的时候，那口才说的很多话我都没听懂，就见到被他弹劾的官员都被他喷哑火了。不过他弹劾我的时候啊，语言还比较直白，态度也算是和蔼，说的也都是事实，我就没反驳。陈御史还算是了解你的，知道说的隐晦了你听不懂。不过听说这御史的嘴巴都很厉害，我还没有领教过呢。小福宝见两人一直说不到点子上，也是着急了。皇上怎么说的？生意需要交上去吗？交上去也不是不可以，对他来说就是左口袋进右口袋，他想花钱管皇上要就行了。他就是怕娘亲损失了这个生意会心疼。哎呀，有点难办呢。皇上说这事儿日后再议。沈飞想到实验室里一箱子一箱子的银子，他几辈子都花不完。厕纸的生意他不是多在意。沈飞想到他们家的开销都是皇上掏的，所以大气的道：陈御史弹劾的事情好办，
侧职的生意就捐给皇上吧，咱们家不差钱。娘亲，你不喜欢银子了吗？喜欢呀，但是太多了也没用，更何况没有侧职的生意，我还有其他的点子呢。等没钱了，咱们再开始做新的。小福宝知道沈飞没有吹牛，毕竟他的实验室小福宝是见过的。唐之灵见沈飞这么大方，非常感激。还是自己媳妇儿好。谢谢你啊，沈飞。沈飞白了一眼唐之灵，总说些没用的。现在就剩下你侠姬的事了。除了那天你去了青楼之外，其他的时间你去了吗？小福宝及时给唐之灵作证。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没有啊，真的啊。沈飞瞪着眼睛看着父子俩。我真不喜欢那个地方，吵吵嚷嚷的，而且气味还不好闻。沈飞不过就是逗他罢了。没有就好。不过这个李御史倒是很有意思啊，他这是不想留你在礼部呀。唐之灵被弹劾侠妓，最坏的结果就是礼部主客司的郎中做不了了，不当官了，唐之灵还是王爷，生活影响不大。沈飞直接说到了问题的关键点上，小福宝也是赞赏的看了沈飞一眼。唐之灵听到沈飞的分析也明白了，好像是啊，李御史好像就是这个目的。不过我从前也没得罪他呀，难道他是左安怀的人？李御史可能是左安怀的人，也或许他们有共同的利益。那就串起来了，左安怀和林家有关系，陈御史呢也是林宇环的外公，他们都是为了林家。可是左安怀想要整我，为什么不直接找陈御史呢？还绕个弯子过来找李御史，这一点我想不明白。不对，我觉得不对劲儿，总感觉左尚书和陈御史两人也不是一条心。不必着急，我找人查一查，然后再看看李御史和谁走得比较近。唐之灵，要不然咱俩亲自查吧。咱俩？我可以换成男装和你出去，还可以跟着李家的女眷，方向多着呢。好啊，那你出门的时候小心点啊。不过我以后不能随便旷工了，所以可能需要你自己先查查。也不知道皇上把乔杉和小雨派到哪里去了。我其实还是很喜欢乔杉的能力的。小福宝吃惊地看着沈飞，娘亲已经知道了乔杉是皇上的人了。看来娘亲比自己想的还聪明。或许我趁着这次把芷玉轩的生意交上去，和皇上要人。好呀，把人要回来。乔杉的能力比武丹他们强多了。然后沈飞就和唐之灵两人嬉闹起来。沈飞说了一些好笑的事来逗唐之灵。小福宝不想听两人的腻歪，从唐之灵身上滑了下来，然后背着小手走了。徐慧见到小福宝走了，立即就追了上去。沈飞见到小福宝和徐慧两人相处的模式，也是觉得奇怪。唐之灵，你发现了吗？徐慧和仔仔好像很有默契。谁说不是呢？徐慧这人很听仔仔的话，他对仔仔很忠心呢。沈飞摸着下巴开始沉思。他前世可是看了不少小说的，那脑洞开的都离谱。况且他都能穿越，这个大禹朝有没有人会重生呢？沈飞想到这里，也想起了很多小福宝的不寻常之处。他从前没养过孩子，也不知道真正的小孩应该是怎么样的。可是自从他生了二胎，沈飞见到了真正的小孩，就对比出来小福宝的特殊之处。想到这里，沈飞的目光看向摇篮里的两个小妞妞。小叶子已经睡着了，小胸脯一鼓一鼓的均匀的呼吸着，但是花花虽然闭着眼睛，眼珠还是能感觉出来在滚动。花花发现有人盯着自己，睁开眼睛发现是沈飞，然后又放心的闭眼假寐。沈飞看到花花这个动作，身子有些僵硬。该死的，他从前是大意了呀，怎么就没发现呢？这份高冷感多么熟悉啊！沈飞心中有个猜测，但还不敢确定。他觉得要再观察看看，才能知道自己猜的对不对。唐之灵看到了沈飞的异样，还以为他是在为自己担心。沈飞，不用担心了，大不了我就不当官了呗。我其实也不喜欢去。没有，我是想起了其他的事情，和你无关。好吧，是他自己高估了自己的地位。徐慧，把令册叫来。徐慧知道小福宝有事情要交代，急忙出去了。
小福宝现在也是发现，令策是黑甲军首领不假，打仗在行，但是调查事情的能力还是差一点，至少没有乔杉厉害。乔杉这人或许还真应该要过来，不过李鹏举这人可不是左安怀能说动的。很快令策就走了进来。参见世子。左安怀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他可有给其他的考生漏题？属下调查了一番，没有其他学子牵扯到舞弊中，或许林公子是个个案。小福宝点头，他也想到了，左安怀要不是因为林霄，绝对不会如此冒险。毕竟他爬到如今的地位也不容易，而之所以会答应帮助林玉环，绝对是有把柄落在林霄手中。小福宝其实更想知道左安怀到底有什么把柄被林霄拿捏。科举舞弊的方向不用查了，只需要查左安怀和林霄的关系。世子，林霄是个谨慎的人，属下曾想着找出林玉环在家里练习的卷子，但是没有收获。林霄是官场老人，自然是早就处理掉了。派人去左安怀的老家查查，或许能有突破。是，世子。查一下赵恒，看看他针对荣亲王的原因。令策的身子一僵，赵恒可是国舅爷，皇后的兄长，太子的舅舅，太子妃的亲爹啊。世子，咱们查国舅爷，要不要告诉皇上？国舅爷赵恒太特殊了，赵家在长安城也是可以横着走的地步。毕竟现在的国母出自赵家，太子妃也是出自赵家。现在太子妃又有了身孕，如果太子妃生出了太孙，那这份荣誉将会一直延续下去，恐怕就算是皇子都要被比下去了。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就算是朝中的大人都想着提前站队，为的不就是从龙之功吗？可是赵家不同，无论是现在的皇上还是将来的太子继位，赵家的地位都不会动摇。令策都能想到的事，小福宝自然也能想到。不用，悄悄的查，不用惊动皇上那边。还有，国舅爷也是太闲了，你去多派些人，无论赵家的嫡子还是旁支，都查一查，有那违法乱纪的人都给我查出来。证据找到了，给耿御史送去，御史台也都要动起来了。小福宝想到太子的后院也是很无奈，他也是没想到司太傅这人这么废物，就连个孙女都养不好。要是司妙兰是个脑袋清醒的，赵家的姑娘怎么会是太子妃？想到这里，小福宝又气皇上为什么同意赵宁寒来当太子妃，就算选郑国公的女儿也行啊。不过郑青桐现在也是太子良弟，要是赵家不听话，那么太子继位的时候，皇后也不是不可以换人。阿秋，阿秋，大哥，你生病了吗？没有，应该是有人惦记我了。想起有人惦记他，他就想起了小福宝。哎呀，福宝弟弟好久没来皇宫了。大哥，咱们去六叔家看看呗。我听说六叔家的新房子很漂亮呢。太子也有这心思，但是看到坐在那边像门神一样的二皇子，就不太想带他。二弟，我们出宫去六叔家，你去吗？还不等二皇子回答，就继续道：你要是没时间，我就和老三一起去。太子以为这么说了，二皇子能明白是什么意思，谁料二皇子却不买账。好呀，我正巧也想看看呢。太子心想，这个弟弟总是这么看不懂脸色。